当你让很多的小国恐慌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去找新的这个替代性的保护组？这时候是不是想到第一个可能是中国？他如果真的动起来，美国也是会怕。但是看起来他一直在忍，这是中国的儒家习性。但中国不是傻瓜，我觉得最近军事力量，就算美国花最多，现在要1.5兆美元去做它的最大的军事盘算，这4个国家一家总，我跟你讲，绝对不输美国啦。更何况就算把别的都拿走，就剩中国好了。各位，中国的实力是，除非猛鸡是直线上升的哦。美国所有东西都是老旧思维啊，花再多钱，它会事倍功半。而中国相反的，成本低，会事半功倍，量产，成本低，质又好，别的拿掉，中国都有可能赢。而现在一联合起来，我跟你讲，美国就出问题。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在委内瑞拉的事情爆发之后，现在看到呢，下一个除了紧张的，刚刚提到了，除了有格陵兰、加拿大之外。现在大家也看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伊朗啊？伊朗最近啊，整个局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这个在伊朗呢，火药味浓到不行。伊朗境内到处都有民众的示威抗议，更传出有城市已经被抗议者实质给控制，民兵指挥部被烧，全国罢工。而伊朗政府呢，更是直接说要断网断话，因此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也不断的攀升。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特种部队也被直击出现在中东地区，更有美国军机出现在荷姆兹海峡。川普也公开的呛瞎喊话，他说如果伊朗用暴力镇压示威民众的话，美国将不会坐视不管，会狠狠的打击伊朗。伊朗官方则反控这不是单纯的民怨，是境外势力在操盘的颜色革命。好，现在看到有点熟悉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委内瑞拉。那这个手法呢，是不是就一开始啊，像委内瑞拉是先扶植流亡势力，然后制造街头动乱、经济封锁，再来是军事恫吓。另外，在伊朗呢，现在也看到了最近这2天，流亡在美国的王储他跳出来号召民众上街，举行全国性的示威，也看到了美军快速的集结，然后白宫方面高调的警告，这一套剧本就是掀起内乱。武力胁迫，再扶植代理人，尤其这个代理人是亲美的代理人，似乎现在也好像要在伊朗重新上演啊。可是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所以这个相同跟不同之处，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的模式很难被复制。第一个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有效，对伊朗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伊朗不是你抓到一个总统一个领导人，那个政权就崩解了，因为他有好几块势力，他有革命卫队，他有宗教领袖，还有这个所谓的民选政府。换句话说，你抓到中间移除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势力，并不代表整个伊朗马上崩解，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伊朗很大。川普总统从第1任期开始，他就非常自豪，他不派地面部队，不派兵海外作战。为什么过去在委内瑞拉发生这个，就是1个礼拜前1月3号的这个特殊行动之前，很多人都说美国不敢，美国不会，因为我们都用传统思维认为我要登陆作战，我要大部队进去。委内瑞拉有很多军人都很会打游击战的。那美军未必占得到便宜，所以我们是从传统战争思路切入，认为不会。结果大家都很惊讶，结果他是特战部队进去，几乎是长驱直入，对啊，对，就只是带走一个人。那至于说带走了 Maduro 以后，委内瑞拉呢，美国所谓的接管能不能顺利接管，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去讨论的。伊朗更不可能，所以你没有一个特定目标。第二个，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你如何去改变它？第三个就是你没有替代方案。那个 Reza，这个就是原来巴勒维国王的后裔他在海外是一个流亡，在伊朗内部也没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一个几乎无法取代的。那你说陈兵于伊朗周边，不管荷姆兹海峡，或者是到了英国的基地，他未必是打伊朗，或者是打伊朗的政权，或打他的首都。他有可能是把伊朗有2种事情可以做，一个就是打击伊朗所支持的境外势力，去剪除它；第二个就是切断伊朗对外的，就等于经济上面，再把它的包括伊朗已经被禁运很久了，那他再把这种所谓的地下经济或者是
搅乱他的这种所谓的非法所谓抵抗制裁的石油，也就是加强这个威慑的力道，等于是再把它紧缩一点。伊朗已经被制裁很久了。所以伊朗它现在不是说你一个震撼疗法它就会崩解了，它已经承受它的那个抗压耐力已经是全国性普遍性的在承受，所以很难用一招去做解决。老师提到的替代方案 ，Russ， 你觉得这个替代方案就是现在似乎要把目前执政的神学施政权给推翻啊？但是你觉得第一个推翻得了吗？就算推翻了。刚才黄老师提到的替代方案，就是巴勒维王朝现在流亡在美嘛，哈，有可能回来复辟吗？推翻的确是很难。我们可以参考过去10几年的经验，那伊朗爆发这个街头抗议的活动，而且规模很大，已经有很多次了，在最近10几年，真的是很多次，而且是不同的理由，偶尔是因为反贪污，偶尔是因为经济状况通货膨胀，偶尔是因为年轻人对政府是镇压的，不管是文化方面，我要女性穿衣服相关规定等等，就上街头抗议。但是每次有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个政府还hold得住他们的政权，但是这个也不等同是完全没有推翻的可能，毕竟1979年。伊朗政府被推翻了，所以也是有这个潜力。当然要看美国介入的程度是如何，然后周边的国家，俄罗斯、中国会不会来帮忙他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也是值得关注。对，你刚刚提到了几次的颜色革命啊，包括刚才提到60年代哈，就是有白色革命嘛，70年代末我特别查了一下荷梅尼的这个黑色革命，然后呢又有伊朗反对派曾经发动的绿色革命哈，所以它有好多次的颜色革命。那但是这次如果真的被推翻，你刚刚说很难哈，但如果真的被推翻，如果要让流亡在外的那个王储来复辟，有可能吗？希望美国不要再玩这个，因为我们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有相关经验，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不是？在2个国家，美国是安排这个海外人士，回国接政权，那就造成很多当地人非常不满意，这个也是可以理解。这些人在海外过得很好，然后国内人士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啊，现在。伊朗做得非常辛苦啊！这些人从华府、纽约、London、Paris、洛杉矶回来，像当总理、总统等等，真的是造成当地人非常不满。所以，虽然在过去几天有很多相关新闻说这些上街头示威者有喊欢迎他回来、支持他等等，但是他们讲这些应该是因为他们知道会非常惹怒执政者，会让这个政府非常不满。就有点像2019年那个时候在香港抗议活动，也有人说英国回来或拿殖民地旗帜等等的行为，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伊朗人希望国家可以往一个民主有选举的国家方向走，不会欢迎这个人士回来。所以我希望美国不支持。好，你希望美国不支持，我就要拉回来问你这个美国人的想法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其实美国都有前车之鉴，尤其还深陷在阿富汗有20年哈，最后你看到也是撤军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之后，现在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面，美国会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他会怎么做？当然，美国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持，不管再次轰炸。军事设备，这个也是一个选项。那做什么网络电子的动作，也是一个选项。就是要逼神学式政权下台。对，没错。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会尽量避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这个川普知道。美国人完全不支持，因为派地面部队还有一个重点是美国军队可能会有伤亡，是没错的，是吧？好，那所以现在看到，我们毕竟说伊朗跟委内瑞拉是很不一样的，不能够拿来做类比哈，早就不是什么单打独斗啦。现在也因为这个元素呢，也看到伊朗的战略地理位置还有石油能源，对于美国来讲也是看在眼里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不只是美国，包括连中国大陆，包括连俄罗斯呢，都在看中东未来接下来的局势是如何。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所主导的金砖国家已经展开了相关的军演。那伊朗呢，也已经正式派兵参与啊。土耳其左翼政党更是直接抛出了一个叫做土俄伊中联盟，认为可以阻止美国的扩张，而且避免战争。但是其中充满玄机的是，早在去年2025 12月，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就已经在土库曼举行过罕见的峰会。所以拉回到这个联盟，就是这个新的阵营啊，土俄伊中这个新的阵营有可能成型吗？ OK，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我先讲一下，刚刚委内瑞拉这件事件这么的成功完美啊，但我觉得它是短期胜利。它胜利在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它主要还是最强就是 CIA，它的情报员甚至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去侍卫长这些，才有办法能够不伤一兵一卒。你刚刚讲成功完美，可是我觉得对长期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成功完美是现在短期的，但它未来会失败惨烈。 它长期我觉得会失败惨烈，就是因为刚刚讲的法律线、道德线全部突破了。但讲伊朗这个地方，我先讲一下，伊朗大家都还记得吗？去年2025年嘛，6月20号不是一个 GBU 的57的钻地弹炸下去吗？请问全世界谁发出声音了？ 它地理位置的确重要，而且它的不管油或者基础建设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密，中国有讲话吗？也没有。这次委内瑞拉，他事后是有讲一些话，也不敢在很多的这个情势上，大家也觉得中国没发出声音，其实中国都有在发出声音，只是他不能动作。我觉得他必须私底下在运作其他的氛围。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要维稳世界秩序的国际这个 game rule 只有一个地方，应该是联合国。但现在不是，看起来就是美国老大说了算，全部由美国来做主。联合国算什么东西？在他眼中就这样，他可以到联合国啊，人家限制他时间，他可以讲很久，然后骂每一个元首，你就知道美国在里面做什么。好，重点来了，对不起啊，我们不管这美国人在这边，重点就是现在当你让很多的小国恐慌的时候。 刚讲的嘛，他是不是要去找新的这个替代性的保护组？这时候是不是想到第一个可能是中国？但中国力量够不够？其实他如果真的动起来，美国也是会怕。但是看起来他一直在忍，这是中国的这个儒家习性。但中国不是傻瓜，我觉得最近您刚讲到这金砖四国的军演，我不太想用金砖四国这个名称，这绝对不叫金砖四国 ，BRIC，I 也是印度嘛，哪来的这个印度？没有，巴西也没有在里面。我跟你讲你讲的 Crink 我当然接受，当然 Crink 在他们叫做这个邪恶轴心 ，Crink 是什么？大家知道 China 第一个嘛，在前面 Russia， 最后 I 是什么？这个才是 Iran 嘛。 然后 North Korea 也有可能加入啊，这有核武的国家。讲不好听，这次还有土耳其加入。我讲，因为土耳其军事实力也不差，他以前这个奥图曼帝国的时候，在12世纪也这样的厉害，对不对？除了打不过这个东方的这个元朝金人之外，在西方他全部征服，这个也不能小觑。当他们一结合的时候，我跟你讲，军事力量就算美国花最多，现在要1.5兆美元去做它的最大的军事盘算。 它胜过了其他2到10名，可是这4个国家一加总，我跟你讲，绝对不输美国啦。更何况就算把别的都拿走，就剩中国好了。各位，中国的实力是突飞猛进，是直线上升的哦。美国所有东西都是老旧思维啊！你看 F-16的战机里面的导航系统等等的 ，F-35里面的稀土所需要407公斤的这个稀土，以后都拿不拿得到？甚至所做的东西，制造业已经空洞化，未来怎么去造这些东西，花再多钱，它会事倍功半。 而中国相反的，成本低，会事半功倍，量产成本低，质又好。我跟你讲就我们讲别的拿掉，中国都有可能赢。而现在一联合起来，我跟你讲，美国就出问题。既然你问的是说会不会擦枪走火，我倒觉得还是不太会了。因为我想问老师的是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说美国跟以色列如果没以联手，然后在中东假设真的对伊朗动手的话，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会怎么跟？ 好，美国方面来交手。你看 GBU 57他做了，那时候他在这个加拿大开不是那个 G7 峰会的，马上就说我有重要事情回去，说2个礼拜要决定一件事情，2天就去打。他真的是很大胆，他就是抱着一个说我太自信了，没有一个人敢惹我，我做什么你都会怕我。可是他现在在怕中国。 你自己去想啊，多少次他报，他4月还要去见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准备不跟他见面了嘛？非常清楚，中国现在保出另外一种冷战方式，说没有关系，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底气，我们从头到尾，你的关于战我们就奉陪到底啦，今天就以牙还牙啦。现在当然这不是以牙还牙问题，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战术来告诉你，美国你是错的，我也不要见你，因为我见你反而拉掉了我们该有的底气。我联合其他也算是不错的强势的国家一起来。 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打，这个重点就是他会不会打。他现在做到这个，就让你做恐怖平衡，他不敢打，因为打到伊朗对中国是一个大伤。但在现在他去打伊朗，
中国还是不敢马上崛起来去跟他对打，他必须先把其他的阵脚稳住。如果他们somehow有一定的联合的机制，说不好听，他们也要必须做沙盘推演。是，当美国打进来，他们因为美国还是很厉害。你刚 CIA 当时专机弹之前的时候，他多少个研究员、核弹研究员，多少个高阶占领都被精准打击啊！讲不好听，这都是 CIA 去搞的。我讲不好听，反中情势这个反送中都是这样子，才能里应外合嘛。我觉得美国这个情报单位是的确可以找人去训练啊，这个是真的是很有一套。是，他不但是收集情报，还做假情报嘛，他做假情报第一名的嘛，不是？2005年，2003年2月5号，Powell 不是又拿了一个假的东西，说毁灭性化学武器，我们找到了。反正就这样子，现在不需要了，也不需要做假情报，由川普一句话就可以打人。说如果关税是一场引爆全球的新冷战的话，那么现在包含了俄乌还有中东地区现在还在持续的战争呢，恐怕就是热战的前线了。那说到了中东啊，那么特别是对于伊朗，美国财政部在8月7号再度出手，对于18个与伊朗相关的经济实体与个人祭出最新的制裁。美国财长 Bessent 还撂下狠话。他说呢，这么做就是为了要斩断伊朗所有逃避制裁的阴谋，切断他们的金流，还有武器计划。但是这个美国的制裁恐怕没有办法奏效，因为呢，伊朗找到新的依靠力量。伊朗其实呢，跟印度一样哈，除了先会参加在月底在天津的2025上合组织峰会之外呢，这次伊朗也决定要在军事科技上面与美国彻底的切割。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在以色列的冲突当中，伊朗吃了 GPS 的大亏啊。好，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理给大家看的，包括有哪些吃了大亏啊，暂时被关机。因为 GPS 呢被美国的军方所控制，关键时刻美方竟然随时调降特定区域的讯号精度，让他们没有 GPS 没有讯号可用。还有呢，飞弹打不准，因为呢伊朗所发射的弹道飞弹多次被证实这个精准度远不如预期。还有就是核心人物被斩首，因为呢信号被追踪，然后被定位，导致呢许多的像核相关的科学家跟高级的领导者指挥官都被暗杀。所以，伊朗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接受中国大陆的北斗系统，不止导航系统要换成中国大陆制。以色列驻美大使更是点名说，中国大陆正在帮助伊朗重建整个弹道飞弹计划。所以现在从导航，全面改用北斗，再到这个有出面指控说呢，中国方面呢指控就协助发展弹道飞弹哈。所以是不是看到了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的军事协力或战略合作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呢？这一点，文章老师怎么看？那当然，一旦呢，这个伊朗由这个本来的一个GPS 由北斗来取代啊，那意味着其实中伊的一个军事合作是一个升级。我先破题是这么看的哈，因为毕竟这个伊朗长期使用这个美国的 GPS 啊，那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讲的，不论是它的导弹的精确度，然后包括它的战场定位。甚至呢，高层被这个要暗杀已经被锁定，对，所以因为怎么样？因为在这个战时哈，其实如果你用敌方的一个所谓导航系统，那当然自然而然的就是把自己给推上了这个断头坟场所以这个时候此时刻，当然印度要去这个伊朗要换成这个北斗是有它的存在性啊，因为北斗系统呢，其实是现在中国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部分了。因为从这个2020年它建成了北斗之后啊，其实也随着北斗建成，它不管是它的这个从航母啊，就从这个南水海域海军的一个成立那自然而然的它就是用北斗来能掌握整个一个导航嘛，所以能让它除了军事化的一个更加的投射。更像蓝水之外呢，其实他也用这个东西来投射给他的盟国就是伊朗，是非常典型的。我不只是国内的一个内需，而且我是要透过这个导航，甚至它的武器来怎么样，来辅助“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我们都是指一个基建嘛，只是一个剩余的它的一个所谓的资本的一个连接，但实际上它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2.0版它用所谓的不管是它的 GTS 或是武器。来辅助它的一带一路，那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在跟这个中美博弈的情况之下，说你美国你要去压制它，但实际上中国也有底气来反制你，因为它不但一带一路，而且还加上刚
主持人所讲的，其实在北斗里面，其实北斗里面它是非常一个非常强。一个非常我觉得强而有力的一个导航系统，因为如果没有导航，那自然而然呢，那这个效果就不佳。再加上呢，其实这个北斗的应用主要是在怎么样？是在一个对抗干扰跟自主控制。如果它有了这个东西，那也凸显说它的科技武器里面也可能得到在战场上得到充分的一个被运用以及被推广，甚至会产生对以色列重大的一个创伤。就是让它的软硬体都升级以后，对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是存在着威胁的哈。那当然，这个美国当然现在呢，对付伊朗啊，其实就像是对付俄罗斯一样哈，就是要切断金流。可是伊朗呢，似乎看起来也没有在怕的哈，因为他们甚至还高调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要力拼军武实力的提升跟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发展军武，要提升这个武器装备呢，当然最重要是钱啊，就是金流哈。这钱从哪里来呢？答案依然是指向中国大陆。美国媒体有透露说呢，中方正在透过一支庞大的影子舰队向伊朗购买石油，而且是持续多年了。光是这几年呢，就已经让伊朗进账了超过700亿美元。可是既然被称为影子舰队啊，就表示说他们的行踪很难掌握。那究竟到底是如何运作才能够避掉这个美国的全球监控网络啊？这一点，马老师的看法？我想这个在过去这几年因为大家要回想一下，其实，在拜登2022年的2月开始，他给伊朗这个经济制裁的豁免。是，那意思是从2022年到2025年，其实伊朗可以跟外界比较自由的贸易所以这700亿美元应该是在那2-3年里面累积出来的一个数额。但是在这个川普上来以后又开始制裁，就是2025年开始那所以接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媒体报道就是透过这种影子舰队去运输这个石油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蛮大的。那因为刚好我这个暑假有去搭邮轮那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有兴趣，你在网络上查，你可以查到全世界每一艘船在海上现在的位置这个非常容易取得。那原因是当我到这个船长室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个很简单的仪器，就是 GPS。它打开以后，附近所有的船只，它都知道谁是谁，它是什么船，是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离我多远，那个雷达上就看得非常清楚。那包含自己这艘船也会开。可是，在公海上面，其实当一个船把这个 GPS 它是可以关掉。它关掉的时候，其实你只能靠肉眼或卫星去找。可是，在海面上这么大，其实非常难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的邮轮，它假设进到了阿拉伯海到阿曼湾，假设它 GPS 关掉，因为它本来就从阿曼会进口石油，它要往左转或右转，其实你不知道，它往右转就到伊朗，往左转就到阿曼。那其实这个它只要在最后的时候关掉，其实你就不知道它的石油是从哪里来。那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是，其实有部分的他们是在海上换船，也就是说从伊朗的船只出来到同样关闭 GPS 在公海上面，他们就船跟船对接。那如果一艘中小型的这个邮轮这一次要装满的话，大概6到12个小时就可以装满。那如果是大型的话，大概要30个小时。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海上就是消失了这个6到30个小时，其实它就可以完成这个换载体，对，换载体了。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其实并不难，包含北韩过去被禁运的时候，海上也是有很多的船只在到一定的纬度的时候，就会关闭 GPS。那你很难猜，除非你这个长期的监控跟监。但是我觉得海上的那个范围不像陆上，它非常的难找到这些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的操作，在接下来假设中伊之间要改善，就是要持续他们要深化关系的话，透过这种石油换金钱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存在可能性。所以我们提到说，像伊朗，特别是跟以色列之间，现在整个中东的局面有可能会因为说他们就维持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依此模式，或者是说包括不断源源可以透过这个石油贩卖的经济来源，然后呢维持住这样的模式，然后改变目前的中东局势吗？您觉得？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因为你看这个乌俄战争
在乌俄战争以后，中国对俄罗斯采购大概占了就是石油，大概占了它现在20%啊，那比例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本来它一年就要50亿桶的石油，本来就要买，跟谁买？他可以决定嘛？那这个买，对他来讲一鱼两吃，就是我又可以买到便宜，然后又可以资助你，然后这些势力其实对美国都是站在对立面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他这个作为其实是百利而无一害。那我觉得他在经济上会有很大的诱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买卖，我也不对你做军事援助，但是我就是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你的利益，然后它会让乌俄战争僵在那边。那同样的，我也会觉得它会对以伊之间的冲突，也会让它有某种程度的延续。对，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中东问题哈，其实不是川普想象的这么简单啊。说他这个不管是技术制裁，或者是说要加以警告哈，对你不利哈，可能都效果有限。那他原来以为呢，是光是调停中东地区的冲突呢？我说川普啊，他原来以为说光是调停中东地区的冲突就能够让他足以有筹码、有机会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啊，但显然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掌握啊，是远超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现在是呈现一种双重失控的局面。怎么说呢？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虽然美国之前对伊朗进行了轰炸，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还是能够持续的运作当中。这个核武幽灵随时或者说这样的威胁随时有可能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呢，川普自认是最亲密的盟友，也就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啊，现在也几乎是完全不受控啊。因为川普跟纳坦雅胡为了加萨的问题呢，有好几次，包括最新也有媒体披露了，就是最近这几天呢，川普还在电话当中大骂这个纳坦雅胡啊，说这怎么好像都不受控哈。压制的敌人压不住，控制的盟友呢控制不了哈。显然这个算盘是有点打错的感觉，所以现在川普的做法让人感觉是都好像只是在治标不治本啊。包括中东问题的解决，最近也听到了，像英法两国都已经相继的提出说，那我们就用两国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佳解决方案，而且呢。法国也说呢，在9月份最快呢就能够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哈，就是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美方现在就是不表态哈。那川普现在连纳坦雅胡都控制不住，这中东局势确实是不是超出了他的自己的掌控或者是预料？大使认为，中东局势怎么发展，我想很难说。不过以色列如果让内塔尼亚胡继续干下去的话，我想川普会更尴尬，他的立场会更尴尬，因为现在美国的自由派啊，包括 CNN 都已经在攻击内塔尼亚胡，因为他在这个加萨走廊那个种族灭绝啊，做得太过头了，太超过了，太超过他。而川普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公开的表态。那这个对于美国内部是不是有人会继续支持川普这个政策啊？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内塔尼亚胡的做法，事实上在犹太人自己的社区里面也是变成一个争议性的做法，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就要看川普在什么时候要表态了。因为事实上把这个在这个加萨走廊的200多万的这个还剩下21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啊赶出加萨走廊，川普是跟内塔尼亚胡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你记不记得川普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战争稍微告一段落的时候？川普提出来的加萨走廊未来的方案是把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通通移走，然后盖地产。他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还住在这干嘛呢？到处是一片荆棘，到处都是什么断垣残壁。我找个地方把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对。第一个巴勒斯坦人不愿意，你这个把人家民族移民移的好乱移的啊，有一个人很有名，我们也记得叫斯大林。斯大林在苏联的时代。”他把这个现在克什米尔啊这些人啊，他不爽的啊，他就把他通通移到这个西伯利亚，那他到处乱移。他那个时候因为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到处乱移。那川普也是感觉上好像是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斯大林。他说：“你们这210万不要住这里，我找个地方让你们移走。”那问别的国家要不要接纳，没有人要接纳。对啊，前一阵子他跟某些非洲国家接纳，他可能要收买，也没有人要接纳。对，所以就整个方案都死在。所以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他跟内塔尼亚胡是一样的。
那只是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做法让川普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国际社会都反了。你知道这个大概2个礼拜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总署他说，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就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有1/3的人口是属于营养不良、饥饿状态，70万人现在是营养不良、饥饿状态。我今天上午才听这个国际红十字会说，他说这个饥饿人口已经上100万了，非常不人道，对，上100万了。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妇女是最脆弱的，死亡率蛮高的。然后呢，更可笑的是说，他这个发放粮食的机构已经打死了快2000人了。对，而这个机构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共同组成的人道救援机构。其他全世界所有组织不能进去。这很讽刺。那他们设一个这个粮食发放站，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屠杀场。这个川普手上的鲜血。大家也看得到，他手上在滴鲜血啊，美国的手也在那边滴鲜血啊。可是大使，川普现在感觉上是拿纳坦雅胡没辙，你觉得杀手锏是什么？杀手锏他就是要警告跟内塔尼亚胡切割了。那现在他切割不下去啊。对，内塔尼亚胡上一次去白宫的时候，他说：“这个川普先生，我已经正式提出了要求，叫这个诺贝尔奖颁发和平奖给你。”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所有在这个房子里住过的人，你是最支持我们以色列的一个人。”所以呢，拍马屁嘛？没有，就把川普一起拉下水了。所以川普看他什么时候要跟内塔尼亚胡切割了。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于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
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范了。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呢，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还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我觉得这一点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疑惑，而且歼20的产量还来得及去跟得上，立刻提供给伊朗吗？或者是说今天在这场战争的话，先不说战争的这一个最后胜负为何，但至少歼20可能有些损失，是不是我直接就让歼20让以色列，你给了以色列或者让美国知道它的参数，那会不会对未来的台海作战相对来说添加更多的变数？所以我觉得就算会出售战机，应该也不是歼20。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要先提供的应该是以防空系统为主。但问题是，伊朗的防空系统之前已经被攻破一次了啊！之前我们大家有印象啊，美国不是 V2 吗？长程的一个奔袭。所以其实现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防空系统要如何去跟中国这边去重新建立，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那现在的话当然是以红旗系列为主。我个人来分析啦，会觉得是说，如果今天伊朗它全部的系统都是采取中国这一套的话，或许今天美国在使用上面，它可能就会比较倾向用一些相对来说先进的。我知道很多的观众一定会把这一件事情拿来去跟这个委内瑞拉
做一个比较，因为委内瑞拉感觉好像中国制的这个全部被美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杀进去。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的一个武器，它固然进步很快，但在一个系统的一个我们说整合上面是有问题，特别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这一些武器，它从中国这边得到，但是它在这一个后勤保养上面，那些高精密度的雷达，那可能少了一些东西，会让它的一个精度、效度或者是一个运作的状况就不是那么的一个流畅。对，而且它今天雷达或许是中国，可是它的这个对空的火力 S-300或者是等等这些飞弹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所以其实今天委内瑞拉在碰到美国，我自己是觉得美国用单纯的这种电子作战就把它瘫痪掉了。他没有必要去出动这些隐形轰炸机、隐形战斗机，但是今天美国在对付伊朗的时候，今天的伊朗应该是可以去从歼14雷达啦到这个红旗系列啦，应该这边的话跟中国的合作是会比委内瑞拉来得好。但是美国也不会用打委内瑞拉这种模式去对付伊朗，他会使用的可能就是更多的一些先进的战斗机。是。F-22啦，或者是这个 F-35啦，或者是我们讲 B-2啦等等这一些，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它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啊。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哈。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当然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中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
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六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五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五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六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五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五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六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然后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会可以看到，因为做了六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两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在中东这边，国际原子能总署11月20号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那这个决议呢是要求伊朗合作，提供来这个武器级浓缩铀的库存量啊，还有就是要同意 IAEA 的专家进入核设施来进行检查，但是呢遭到了拒绝啊。伊朗外长他特别说呢，针对 IAEA 所发布反伊朗决议。伊朗宣布跟 IAEA 之前合作这个开罗协议呢不再有效了。那伊朗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更表示说，伊朗认为现在在伊朗这边中东的冲突会随时爆发，但是他们已经提高了战备水平。伊朗的国防部长也宣称，伊朗的武器产量跟品质都比6月份那时候的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前大幅提升，能够一次对以色列发动2000枚飞弹的饱和攻击。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中东的战火又好像要一触即发啊？因为先从伊朗宣布说之前跟 IAEA 的这个开罗协议是失效了，大家也会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变成下一波以伊战争的导火线？大使。当然有可能啦，可是可能不会立即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说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的监管到达什么程度？那显然是欧美国家不满目前这个伊朗跟 IAEA 之间的这个开罗协议。开罗协议是今年9月签的，是。那伊朗是原则上同意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各种核设施进行监管。可是呢，可能目前开放这个双方合作程度还没有到说你要提供武器级浓缩铀库存量，因为伊朗不承认它有武器级，有核缩铀库存。那你等于说你还没有确认伊朗是不是有武器级的核浓缩铀的库存量，对，你就先说你要把这个交出来。就已经认定人家在，他就认定了，因为伊朗他虽然说我现在的这个战备能力比较强，可是伊朗还是对外还说我没有在发展核武。对，他指的是传统武器啊。对，我讲的是传统，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就伊朗他一怒之下，他就回来说，那我那个开罗协议9月签的开罗协议那我就作废了。那开罗协议其实是伊朗返回跟这个国际原子能所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可是西方国家就等不及，所以一个你要什么武器级的存量拿出来，然后呢 IAEA 专家进入核设施检查，其实开罗协议应该也是有核设施检查，可是就是说不是武器级进入哪一些核设施，进入的程度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议。不过这一场在 IAEA 的这个投票里面，事实上有10几个国家都弃权。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反对票，那可是最后还是欧美国家的这个票数居多，是通过了这是在 IAEA 里面，它不是在安理会的讨论它是在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里面的这个一个决议案。那其实就是说6月22号，今年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时候，
那个时候 IAEA 就跟美国说，我们都在现场看啊，没有什么武器级的核浓缩铀啊，对不对？那美国不听，美国人说你们这个 IAEA 啊，你们这些没有尽责，就直接轰炸。所以当时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总署在6月美国轰炸这个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他们跟伊朗合作关系是很好的。那伊朗就是说它的浓缩铀的丰度也没有到达武器级，那所以呢，它只是它的那个就是说提炼设施不断在增加。那可是呢，几个重敏感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个设备好 ，IAEA 都有专家在现场，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不晓得美国跟这个欧洲国家到底对伊朗是要采取一个什么的作为？对，那是不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显示，那么已经这个伊朗已经有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因为这个丰度要几乎到90%啊，是非常的高哈。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样一做的话，那就会提升伊朗跟以色列之间跟尤其美国这些国家的这些矛盾。对，所以现在美国现在也在似乎在预备这个态势，如果万一发展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办哈？这个礼拜在中东另外一件大事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他们签署了美沙国防战略协议。这个协议当中呢，就大家讲好了，就是呢，沙国呢将会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而且呢是要向美国采购 F-35战机，还有将近300辆的 M1A2 艾布兰战车。那么美国军事媒体Breaking Defense 更是爆料说，沙烏地阿拉伯呢还会购买130架 MQ-9B 无人机，还有200架的 Gambit 这个中程僚机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采购清单呢，一大堆都是武器。美国突然对沙烏地阿拉伯大卖军火的背后考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说，也是在防伊朗，还是在做整个中东的布局战略呢？任老师，当然啦，如果说他这个要去做一个中东一个战略部队，那当然是要给他武装嘛。武装呢，其实就是要去遂行他的一个地缘安全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工具或是一个途径啦。那你想，我刚刚看到说他要卖给他这个F-35那这3其实美国是不卖给台湾的。我们知道这非常，他现在卖的几个是主要他的盟国，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洲、英国、意大利等包括是以色列等等。其实它具备了这个空优跟对地，还有它这个雷达、电子战跟侦察能力然后呢，它是第5代的战机，所以我想卖到这个部分呢，它就显而易见的，它对这个对中东这个部分呢，就是对沙烏地阿拉伯也是存在的一种转折因为以前长期以来它都是去武装以色列嘛，那现在呢要去做这个对就是美沙的一个防务跟一个投资协议的结合那当然啦，它就会让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是从买家变成更具实力、更具自主力的军事玩家，也是等于说他的桥头堡。对，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毕竟中东它长期在去这个建设这个以色列，但是如果他现在也能在沙国里面呢，那当然了，他就是会除了这个去武装它之外，还有怎么样？它就是做一个军事经济的链条，因为6000亿美金军事跟产业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结合。那因此呢，这值得去关注那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会造成一个战略这个局势的变化，因为呢，我想。这次沙国的一个军事采购呢，就是也不是纯粹是为了军事的武器的一个买卖嘛，而是一种怎么样？一种合成战力的一个完整因为你看，刚才又有战车，又有军机等等这些一个地面、空中跟无人一个系统，那这样加强起来呢，然后又要自主去投资联美的能力所以我想它的布局是非常就是呼应到川普现在所要做的。它是要建设一个国防工业，也等于说把它这个经济安保跟军事安保把它绑在一起。所以我想在这个此时此刻呢，我们更能够看出川普呢对地缘政治、对他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安全的联防呢，其实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OK， 所以除了卖武器之外呢，顺便去做好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尤其在这边的这个地缘。整个战略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动一法而牵一法而动全身。那《华尔街日报》也提出警告，他说，根据五角大厦的情资报告美国官员很担心，为什么呢？他们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把 F-35卖给了沙烏地阿拉伯，那么
相关 F-35的技术呢，可能会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的间谍活动，或者是中沙两国之间有一个安全伙伴关系而泄密了，怎么办呢？好，以色列官员也很担心啊，就是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 F-35战机，会把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大门打开。为什么？因为土耳其呢以后也想买 F-35，那你卖不卖呢？好，那这样的话呢，会进而削弱这个以色列的优势啊，让以色列的 F-35战机呢面临更大的风险。本来只有以色列有 F-35，现在沙烏地阿拉伯有了，那以后其他国家要比照办理。所以怎么看美国这一笔这个军务买卖，绝对不是只是说卖武器这么单纯啊，就是账面上的金额啊，它背后有很多算计的。聂老师，我觉得其实我看起来蛮单纯的，就是会卖嘛，会慢慢卖嘛。就赚钱嘛。早期的时候，20年前会卖 F-16给我们，不会嘛？现在会嘛？35现在会慢慢卖嘛，因为35越来越差嘛。虽然现在全世界报道这个 Military Power 报道说，全世界最强的5代战机就 F-35，第二苏凯57，第三什么歼20等等。我跟你讲，它现在已经也慢慢会不行了，因为 F-35A、B、C 有没有？C 是舰载的，有没有？对，它从9000多万到1.2亿。我跟你讲，它最棒的3种性能，第一个叫隐形现身，隐形嘛设计；第二个呢是它的先进的感测；第三个呢是电子的作战能力。但它有很大的限制，它能够装载的弹量是有限的，各位去了解一下。现在一个很重要就是它隐形现身，甚至中国在前一阵子已经把它现身了，隐形的问题被现身。你知道它已经开始有缺点，它不能隐形。我要告诉你是它已经有点问题了。虽然它还在秀35，因为它觉得要快点开始找出路，要不然太多 stock 会有问题。而且以后稀土控制住，它的35也不一定做很好。现在是要研究第6代战机。中国以前啊，在华为开始搞6G、5G 的时候，那时候还是4G 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看未来。现在成都的成歼36。6代战机已经试飞成功，是，而且省歼50都已经在做。美国在这里积极营要做，当然他也怕，为什么川普会越来越低头？他拿不到稀土，又拿不到其他东西，会担心。现在所谓的相关这个技术在哪里？我真的好奇啦，或许有一些。我觉得美国在战机这个部分哈，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非常丰富，美国已经空洞化这个之下，美国的制造业是在1940年是12月29宣布了一个民主兵工厂起来的，在那个时候呢，支援了全世界的战力兵力，才有了今天。现在它制造业空洞化了，他会怕。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还是靠自身利益啦。这个一个很奇怪地缘政治，美国跟以色列这么好，对不对？跟父子一样。中国跟沙特阿拉伯还有所谓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怎么会迈过去呢？因为他已经觉得这已经可能不是最重要。虽然大家都还说他是第一最棒的世界第一，我要讲的是他们都在看未来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川普的个性嘛，他重商的个性，这个一卖下去不得了，多少钱？当然划得来。第一个从经济角度划，这个从技术角度，他觉得还好有一些技术，但不至于他真的很重要的技术，他还是会后租的。这是我所看到美国现在所做的动作。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各取所需哈。美国要他要的，沙烏地阿拉伯得到他想得到的。